好它哦，吼，因为你的身体不够大哦。大家好，我是猫菲。你们有没有共享一个龙宝宝可以陪在你身边呢？今天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个可以当宠物又可爱的一个小伙伴，它是松狮蜥哦。说到爬虫的优点，它就是佛系宠物。它如果你出去4、5天，它还是头好壮壮的。像我们过年回去嘉义去了9天，只要把环境安排好，不用找技术，不用找人饲养，我们回来它还是头好壮壮哦。但也不能饿太久。松狮蜥稳定又温和，有空还可以帮它们穿上可爱的小衣服。有些主人还会跟着他的松狮蜥朋友一起出去玩呢，还可以帮它背上可爱的小翅膀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来一口气介绍饲养松狮蜥的小知识哦。松狮蜥介绍。原生地分布于澳洲东半部，成体含尾巴50到60公分哦，不含尾巴大约25公分，大人一个手掌就可以抱着。原生地是干燥半沙漠环境，温度约29到35度，湿度约50到60，是日行性地栖蜥蜴，性格温和稳定，是最受欢迎的爬虫之一。别看它外表霸气，它却是爬虫界的狗狗。它很爱主人抚摸它的头哦。这2个好像都很喜欢摸它。有各式品系和颜色，它有原色、红色、黄色、白色，还有橘色这些颜色。有隐性跟显性基因，会去影响它们身体纹路的一些改变，这些部分太深入了，我就不介绍了。饲养环境准备，要先准备个60乘40的饲养箱，还要准备3个太阳模拟灯具、温控器跟铜钱垫跟流木，还有呢食盘、水盆、躲避物。记得饲养箱要分冷区跟热区哦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要来介绍最重要的灯具哦。我们需要模拟太阳对爬虫的益处。第一个 UVA， 它就是呢可以增加代谢跟保暖作用，可以每天日夜开关，不然就可以直接设定开12个小时哦。第二个 UVB 合成维他命 D， 促进钙质吸收，要注意它是没有保暖效果的，要记得它有使用寿命的哦。第3个保暖灯呢，它就是在寒冷的夜晚，就是可以持续给予爬虫温暖。在购买灯具跟饲养箱的时候，都要确认看看到底适不适合你们的爬宝哦。温控器是用来保持饲养箱内的温度，避免过高或过低哦。躲避物呢，是它们太热的时候可以有地方躲避哦。加热垫是补足温度不足的时候才需要使用的哦。流木它们喜欢趴在相对高处晒太阳哦。建议大家如果这边不熟悉的话，可以买网路上已经配好的饲养箱，温控配好了，灯具也配好的。但是注意哦，如果灯具乱用的话，可是会伤害到自己的爬宝的哦。3、照顾方式，每周可以尽量找时间晒太阳哦。前辈是有说，1周在树下等阴影处，30到60分钟就足够。但有机会就晒晒太阳没坏处的哦。
如果可以隔几天的话，就可以去泡30度左右的温水，泡15分钟，可以增加肠胃蠕动、水分补给。有大便记得要按时去擦。刚带回来的悠悠不能一直把它抓在手上，不然它们可是会紧张的哦。4、喂食方式，松狮蜥是杂食性动物，可以吃菜跟虫，还有人训练吃这个饲料哦，松狮蜥专用饲料。虫和菜都要处理到比2眼间距还要小的菜哦。4个月以下的幼体，虫菜比大约7:3。4个月以上的养成体，虫菜比大概5:5。1.5岁的成体，虫菜以大概3:7。有前辈经过爬宝生病后，就全部都只吃菜了，但这个比较特例，我们还是照着比较常见的饲养方式来介绍吧。事实上，松狮地带原栖息地是机会主义，他们看到什么就吃什么，但我们这边介绍的就是最符合松狮期成长的哦。像毛地这样的幼体，每一餐都要加1次钙吧。如果少晒太阳的话，就可以去加含锑的维生素，是每一周吃1次哦。成体的话，钙粉跟维生素是2周1次。5、特别注意，刚带回来的可以带去爬虫医院驱个虫哦。松狮蜥的肢体语言。挥手适应和平示弱，点头保护领域求偶行为，伸舌头理解新事物，卷尾警戒状态，张口。惊吓不愉快的时候会张口，有时候会张口散热，眼神好奇或警戒地盯着你看。示弱的话，眼睛会撇开。要记得带出去，一定要有牵引绳哦，保护自己的爬宝。它需要人家抱抱。生病信号：没精神、脱水、拉肚子。如果大家对爬虫有兴趣的话，大家可以去爬虫展看一下，看有没有命中注定的爬宝哦。爬虫展的选择通常更多样，而且可以选择认真照顾爬虫的店家，也能捡到比一般宠物店便宜的价格。这边也非常感谢我们的肥尾手工卖家。肥肥爱捣蛋，好可爱啊！好可爱哟！我们家的手工都是出自他们家，是一个服务很好、人也很好的老板。莫非也跟老板成为好朋友了？肥肥他也会在各大展摆摊，也欢迎大家多去他们的摊位看看。4月的爬虫展，我会去当小小的介绍员哦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
去。